Hello， 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金克斯这位射手绝活哥今天的话也是这位射手哥的绝活专场，因为他的素材我感觉把拿出来都可以算得上很中规中矩，甚至逆风的话就是堪称120%的发挥了。像金克斯的话，这位绝活哥好像他的射手都喜欢先带征服者收集者出门，然后再看情况是先做，如果比较逆风的话，他会先做这个小的绿色制裁。因为对面有猫咪，所以做制裁肯定是好很多的。对面卡莉斯塔上来就一级对拼，很凶。像卡莉斯塔这个英雄，其实会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差。但是这里面拿到1血，这个猫咪竟然下来了，猫咪不应该下来的，估计是想平黑再上盾。但我跟大家说，这样子的操作的猫咪并不算很好。对面也是很凶，闪现上来差如果不是闪现差，我觉得还好。这里直接可以尝试越塔吗？但血量好像不是很健康。然后后续的话，反正第二件是肯定是火炮的第二个大件，然后再把那个破甲弓叠满，那个出满了以后呢，然后就再出无尽。但这里可以看到绝活哥的话是选择做破败。像金克斯前期有这样的人头入账，其实就很舒服。对面射手吃夹子了，那脱节的话就可以把他人头留下。这就是一级带来的坏处。但这里面阿狸能跑掉吗？被他跑掉了，不能再追了。再追的话就越塔的话就过分了。狗头在塔下单吃了蛮王，这又是伏笔嘛？这里夹中对面位，找机会把位给吃掉。这里触发那个被动，再把猫咪给吃掉。阿里也在。这里大乱斗的感觉就一直在送是吧？那狗头和阿狸都无语了，这什么双人路，什么打野？那这里把塔皮吃回去，把那个吸血杖一出，这样的话续航不是做这个，而是直接做破甲。像射手的话，为什么会好多射手优先选择做收集者？因为收集者的有个小件，在版本就是英雄联盟刚出来的时候，这个破甲装备特别吃香。当时有一个英雄，就因为出它，只要先出它，然后其他的话先做其他装备，然后就可以直接前期完虐所有英雄。没错，就是潘森。那时候的上单潘森出了这件以后，一套上去就可以秒一个人，然后像射手前期出了这个8点的那个穿甲的话，其实很舒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射手会选择优先做这个破甲那个收集者第一件。那收集者一个也是算是偏成长类的装备吧，因为它的斩杀线会随着你的斩杀慢慢的提高，然后也是发育的一件很好的装备。
但有一些人呢，他又会觉得啊，做收集者他们没有那个。但对于一些前期就很弱的英雄，那确实不太好出。这里的话，哎，阿离过来，回头打阿离，把阿离收掉，然后这里往前找机会秒掉对面的位，然后越塔吗？对面的猫咪是没有大招的，所以不要怕，再收一只猫咪啊！但是狗头来了。狗头的话，虽然说他前期拿了人头，但他的 Q 没有叠起来，所以并不是很肥。能可以看到这位绝活哥他的平 A， 他的每次平 A 的间隙走位，然后再接下一次平 A 的那个走 A 的那个间隙，就基本上很流畅。这就是一个你要玩 ADC 要练好的一个基本功。这里回来直接把收集者一做，然后准备做火炮。火炮的话，一个是可以提供高额的移速，然后又可以增加攻击距离，让自己的容错率达到了一个峰值。啊，我去，这里阿离的一套伤害也不低哦。对面阿离是做了那个小法那个什么小法球的。啊，对面站在塔边，开了那个炮弹模式，直接 AOE 打死了。这里的话，魏还敢回头，在想什么呢？这里狗头越狗头的塔，对面有大招，杀的有点慢，但有蛮王在扛塔。哦，这里大人头给了不该给的人，那狗头血赚这波，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亏了。像打团的话，你想打远程的话，拉扯的话，就尽量用炮。然后你像清线，然后打单体伤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就换成那个机枪模式，这就很简单的呀。应该玩金克斯的玩家应该不会不懂吧？我觉得这局没那么简单，对面魏在后面蹲，说明这个魏其实玩的不差的，就是双人路带来的那个压力太大了，给对面。但这里面狗头一直带，狗头这样子推掉一座那个赏金塔，对面回血算是有一波回血。对面狗头做了冰心的话，对于射手来说就很难受的，不好 A， 有可能越 A 不动，这里要尽快。哦，这里在高级塔打起来吗？剑魔死掉了，这样的话被锁，狗头来了，跑不掉了。这把的话直接做大穿甲，然后后期的话再选择看。因为为什么这局为什么选择做破败的话，也是因为对面狗头的原因，就需要更快的一个打百分比，因为这个的百分比对狗头来说伤害是最高的嘛。
像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像金克斯啊，他玩金克斯或者说女警类的英雄呢，他都选择带的是那个吸血，保证自己的对线能力还有续航能力，而不是选择做那个，而不是选择带那个攻速嘛。哦，这里的话找机会，但机会不多。好了，这样的话，优势上面的话，并不是看似有赏金塔，其实优势并不是说特别大。对面，因为对面狗头刚刚那波拿了大人头嘛，然后狗头的发育其实不算太差的，前期能单杀对面，就是能反杀那个蛮王，其实就说明来说有一个点就是他有一定的熟练度的。哦，这个位直接 Q 闪秒上来，这样的话射手躲不掉了。蛮王去偷他，像这个卡牌的话，这局不应该做卢登，而是选择做时光，然后要有一定的坦度，去帮忙挡一些伤害，吸收一些伤害。因为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大哥就是这个射手啊，对面拿到大龙。蛮王在那里偷小龙，不知道小龙能不能偷得到哦。果然很舒服的偷下了。那这样的话，龙魂算是续上了。下一条小龙的话，如果稳稳的拿下这个龙魂，后期就会舒服很多。哦，阿里在这儿，那这样的话找机会秒到阿里吗？对面的位玩得很好，直接上来打断了前进的追击那个阿里的脚步，但人头的话是被剑盟收下。哦，找到对面的射手，对面的猫咪都不跟射手了，而是跟着位。这样的话确实很恶心，因为位的话能一直这样的话有高额的伤害，位的话也算是装备起来了，经济已经跟上了的，就不能像开局那样子去打了，扛不住这个位的一套控制，然后加上狗球的那个枯萎，那这里的话射手落单被找到。这个位，我觉得他的出装，他应该是带的凯旋，搭配那个死亡之舞，还有加上猫咪这样子一直回血。我操，就是那套我之前出的那个，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做的就是那套凯旋加那个死亡之舞，然后后面他只需要做一件那个叫什么，振奋铠甲。他就可以移动血泉，一直杀人，一直回血，特别就搭配上猫咪，那他的回血能力就更强了。就起飞以后就很无敌，估计会不会就是我录的那位绝火锅在对面？但不虚。优势还在，虽然说已经那个什么了，已经被找了很多，被找到很多机会，但这边装备已经起来了，并不是说装备没起来，只是打的时候没打好。这里的话叫卡牌跟着射手一起，但他又不过来。那这样的话又被对面抓了，卡牌又开始送。
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卡牌的出装就是不行的。像卡牌的话，如果说你们这边没有输出能力，那你可以这样子出炉刀，然后自己去打输出。但如果说你们队里面已经有大哥了，那你就可能需要改变你的出装思路，出个半肉。然后如果说大哥是吧死了，队内大哥死了，这里的话开起来了，找对面的脆皮，但魏又找得过来了，利用露露的大招进行一个拉扯疾跑，但是还是打不动。你看没有？这里面他的回血能力特别恐怖。完了，这里的话让卡牌做一个破盾就可以了。这里辅助直接开始说这个卡牌了。你看这里面卡牌，它的根本用不了。那这样的话，龙魂是没有了，最后一条小龙被对面拿掉。我们看看这位看到没有？对面的那个魏就是想做这个正分铠甲。这套出装，我觉得跟你说，就是为现版本 T0最强的一个出装，又痛又恶心，而且回血能力太变态了。只要队友不是特别拉，一直能续上人头，一直续上凯旋。我去，这个卡牌。像个幼稚儿童一样，好吧，我们称之为这种人叫什么下等马。这里的话集火蛮王了，找机会拉扯一下，但不好打了。对面的魏确实很痛苦，根本就他续 Q 的情况下，你都不敢去 A 他，他一个 Q 闪直接是突脸，打都打不了。这里看看尝试要不要给个大招，给一下帮帮队友队友没有追了，那这样的话回来清兵线。狗头在这儿，狗头踩夹子了有露露的大招，那狗头的人头可以收下了。狗头的大人头收下以后，如果提早做出那个无尽，会好很多，这个局面就可以破开，因为无尽给到的暴击伤害是对面打不了的。对面这样掉点远古龙拿到了，果然两边都有卧龙凤雏。远古龙的话是完全打不了的，因为远古龙的打架能力就是可以终结比赛的能力，只要你不送，如果你被反秒掉了，那另外一回事哈。这里的话，准备等着大龙刷新以后，一起
3条龙一起拿下，那个什么双龙会，没得3龙会了，3龙会已经被断掉了嘛。这里卡牌开了个大招，探了一下视野。虽然说幼稚是幼稚的线，但他还算，有脑子，有点脑子，但不多。哇，蛮王掉点了。那这样的话，推进只能先推外那个高地先，不能一路打到底的。哦，3路推掉。吉克斯的话，推掉塔也是有那个，这里的话，对面的位 Q 闪，但是有远古龙，不是你能秒就能秒掉的。拿下5杀，哦，4杀，有一个人头不是自己的。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